后压确实后，如果出现单侧骨吸收，也会影响充质体植入的位置和角度。那么，我们通常所了解的牙齿确实后的骨吸收情况是这样的，像这样。后压确实后，牙槽骨的吸收模式是由外向内发生的，也就是说，牙槽骨从夹侧、唇侧向舌侧、腭侧发生吸收。因此，基底骨形态基本保持不变，而牙槽骨发生变形，从而影响充质体的置入位置和方向。换句话说，由于牙槽骨吸收，牙槽基向舌侧或腭侧发生了移位，尤其是在到人桩牙槽基的情况下，不仅骨宽度狭窄是问题，而且向舌侧或腭侧移位的参与牙槽骨形态，会在充质体正确位置与角度的判断上造成困惑。最终，为了在正确的位置和方向置入充质体，必须对形成到人桩基的夹侧或唇侧斜面进行骨切学。而在夹侧骨板呈倾斜状态下，植被的充质窝中，随着被动直径的增加，充质体的置入深度会相应减少。后压确实后，夹侧发生吸收，牙槽基向舌侧方向中枢。如果以向舌侧中枢后的牙槽基顶作为基准放置充质体，充质体向舌侧倾斜的程度就会增加，因此充质体必须放置在原始牙齿的位置上。这句话说起来容易，但做起来却很困难。在狭窄的牙槽基顶处，随着被动直径的增加，垂直高度会减少。也就是说，虽然牙槽基在筋缘中方向的高度保持不变，但在假设向或假腭向的高度却会降低。在临床上，牙槽基越薄，充质微点的植被深度就越浅。换句话说，为了将充质体完整的植入预备好的骨空中，必须精确测量被动的深度和直径。最终，由于充质微点的植被深度会发生变化，必须通过准确测量被动的深度和直径，选择合适尺寸的充质体。此时，充质微点的植被深度会因测量位置不同而有所差异。如果一家侧骨为基准进行测量，也必须同时评估舌侧基筋圆中方向的相对植被深度。如果以最低点作为基准置入充质体，其他方向就会变得更深。总结来说，在充质治疗中，将充质体放置在正确的位置、角度和深度是最重要的过程。在 All on X 的后压去置入充质体时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在前压去置入充质体时，情况也是类似的。最终，根据经验，只有在将充质体放置于最佳位置和方向时， All on X 治疗才能获得良好效果。而我希望在没有并发症的情况下为患者进行治疗。患者往往没有充足的治疗预算，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，骨吸收已经相当严重。因此，为了获得良好的结果，必须将充质体质入尽可能理想的位置和方向。接下来呢，我来讲讲我是如何向患者说明 All on X 治疗的。这是我的方式。当然，这并不适用于所有患者，因为每位患者的情况都不相同。我会如实向患者说明整个治疗过程和可能的结果。我们接诊的老年患者非常多，其中有些是养老院的住民，也有整体身体状况较差的患者前来就诊。最理想的情况是成年子女陪同父母一同前来，父母一生抚养子女。而现在牙科治了，也许是子女能为父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。到了这个年纪，他们还会在意外观吗？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如果因为疼痛和行动不便而受苦，那是无法接受的。所以当他们来就诊时，我会这样告诉他们。准确地说，他们应该将这次牙科治疗视为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治疗。如果将来还需要再次治疗，子女还会再出钱吗？真的会吗？反复的牙科治疗最终会成为负担。所以我会把这些内容解释得非常清楚。这是基于我长期的临床经验。对于下颌来说，固定式充质治疗是理想的，而对于上颌，从美观和功能角度来看，刻在一齿已经足够。如果经济条件有限，下颌采用充质附着刻在局部一齿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我还会解释，这种治疗方案呢，是为了应对患者未来病情恶化而提前做准备。如果患者出现行动不便或痴呆等情况，之后可能就无法再进行牙科治疗了。最终，在生命的末期再出刻在一齿，并不会造成严重问题。但如果充质体出现并发症，后续治疗可能无法进行。如果充质体周围发生炎症并发展为继发性感染，就会引发严重问题。因此，
在老年患者的充值治疗中，安全性比任何因素都重要。从临床角度来看，预克在抑吃对汗的充值体更安全，不推荐过于激进的充值治疗，也就是说，不推荐使用少量种质体并带有旋臂结构的 All-on-X 治疗。这种治疗理念呢，在长期睡房中已被证明是成功的。我会非常明确地向患者说明这一点，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常识，而且治疗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。我写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克在抑吃的。充值治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学，而且也可以做得相当不错，但规范的克在抑吃治疗必须接受经验丰富道士的指导。全口中间和 All-on-X 治疗都需要扎实的全口抑吃技术基础，如果没有学习克在抑吃技术，就不可能把 All-on-X 做好。更准确地说，如果不理解下颌位置、垂直距离和正中关系，就无法成功完成 All-on-X 治疗。因此，我不仅想招呼着解释，也会直接向患者本人说明。我告诉他们，我具备正确的知识和技术，可以完成全口抑吃治疗，但我并不是亲自制作所有抑吃，全口抑吃是由亚科技师制作的，但我可以确保抑吃在功能上是良好的，所以患者不需要担心。根据我们的经验，下颌克在抑吃由于舌头的影响，骨位往往较差，这是事实。因此，在下颌All-on-X 或充值负责克在抑吃在功能上更有优势，这正是我向患者解释的内容。同时使用上下两副克在抑吃，与之使用一副克在抑吃，感觉是完全不同的。当上下颌都使用克在抑吃时，两副抑吃都会移动，也就是说，上颌和下颌抑吃都会移动。那么，该如何有效地使用抑吃呢？如果至少有一侧是固定的，就会有很大的优势。没有患者会不理解这一点，所以在为患者提供上下克在抑吃时，我会这样解释：能够很好使用克在抑吃的患者，常常说他们是用肌肉来固定抑吃的。他们用肌肉来控制抑吃，有些患者通过面颊和舌头的肌肉来有效控制克在抑吃，尤其是抠唇和面颊周围的肌肉属于括约肌，抠咽部的功能也类似。最终，围绕克在抑吃的这些括约肌会参与聚焦和吞咽。换句话说，这些括约肌在完成聚焦和吞咽功能的同时，也起到稳定抑吃的作用。然而，年轻患者往往认为克在抑吃不适合自己，所以他们会把抑吃吐出来。他们拒绝克在抑吃，说它不合适。他们说抑吃带着不舒服，他们就是这样表达的。他们说这是你的问题，也就是说，把责任归咎于给他们治疗的压抑。但实际上，他们并不接受抑吃治疗本身所固有的局限性。这也是他们选择充值治疗的原因。虽然抑吃是一种经济高效的全口修复方式，但在功能上确实存在局限。患者必须认识到充值治疗和克在抑吃治疗各自的可能性与局限性。但如果患者一直把克在抑吃吐出来，治疗怎么可能成功？难道只有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吗？所有亚裔都遇到过，并且将来还会遇到。然而，存在严重聚焦问题的老年患者则不同。有些患者已经多次使用过克在抑吃。当你告诉他们要用面颊或舌头固定抑吃时，这些患者是能够理解的。他们会按照指示用周围的肌肉来稳定抑吃。在韩国，很多患者希望用克在抑吃的前牙来剪断面条或食物，甚至有患者把能不能要断冷面作为治疗的第一条件。他们说，如果不能要断冷面，就不付钱。这听起来简直难以置信，完全没有道理。但我还是告诉他们不用担心。有些患者说，他们是用抑吃的朋友，连用前牙要断拉面都做不到，所以我会安抚他们。第一，因为全口抑吃的咬合并不是完全平衡的。第二，当用前牙聚焦食物时，后方抑吃寄托会从黏膜上翘起，因此，当我告诉患者在聚焦使用舌头向后压着抑吃，他们是可以理解的。必须用舌头向上顶着抑吃的后部，防止抑吃脱位。舌头在聚焦和吞咽时的运动方式是不同的。在吞咽时，需要舌头的软动样运动。试着吞一口唾液，你会在无意识中感受到波浪式的摄软动。但在进行各种下颌运动的聚焦过程中，舌头可以位于任何位置，只要不被牙齿咬到就可以，对吧？所以我会告诉患者，在聚焦时用舌头固定抑吃，这就是双侧抑吃的使用方式。想一想，
即使上下两副客栈一翅都会移动，仍然可以完成聚焦。这该如何解释呢？这是因为在各种下颌运动引起的人工牙接触与分齿过程中，会出现适应性的摄运动。例如，当人工牙之间的食物被压碎后，会向夹侧或舌侧移动。向舌侧移动的食物会被舌头重新送回牙齿之间，再次被压碎，然后再次向舌侧下方移动。同样的，向夹侧移动的食物会通过夹击机制被送回牙齿之间，再次被压碎，然后向夹侧下方移动。这一循环会不断重复。如果这些功能性运动无法发生，患者就会抱怨聚焦功能障碍。归根结底，其主要原因在于咬合平面的三维位置、去毒以及抑制型。这些问题还可能发展为舌头或面颊疼痛。这些问题同样会出现在 All on X 充质辅助客栈义齿以及普通客栈义齿中。但即使义齿稍微松动，客栈义齿仍然可以正常发挥功能。这正是义齿治疗成功的体现。All on X 和充质辅助客栈义齿的治疗结果与客栈义齿本质上是相同的。确定下颌位置、垂直距离，并建立分隔垂直距离的咬合平面是至关重要的。正如预期，均匀的咬合平面在平衡的片心咬合中起着决定性作用。片心咬合会受到咬合平面方向的影响，咬合平面的曲度同样会影响片心咬合。最重要的是牙弓的几何结构以及上下颌牙弓之间的协调性。人工牙排列必须体现牙弓的对称性、比例性以及前后相平衡。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 All on X， 也适用于正畸治疗和全口中间。最终区别只在于过程，结果都是咬合治疗。如果一侧牙弓是固定修复，另一侧是客栈义齿，使用体验会大幅提升。当然，理想状态是上下牙弓都采用固定修复，但充质治疗始终存在失败的风险。上颌骨较软，而下颌骨较硬。当上下牙弓都采用固定修复相互对颌时，问题最常出现在上颌充质体。因此，如果预算允许，我会建议上下颌都进行充质治疗。这就需要 All on 10、All on 12， 甚至 All on 14来确保稳定的咬合支持。显然，长期成功的前提是总咬合支持力必须等于或大于总咬合负荷。因此，应在可用骨量范围内置入尽可能大的充质体，以最大化咬合支持。如果预算不足，将充质体集中在下颌，而上颌使用客栈义齿，是一种合理的方案。也确实存在这样的病例。在一些非常困难的病例中，下颌采用 All on X， 上颌采用客栈义齿，也取得了良好效果。虽然在美观和功能上并非完美，但结果是可以接受的。然而，一旦体验过充质治疗的优势，患者往往也希望上颌进行充质。他们会准备更高的预算，要求上颌也做固定修复，但这其中也存在预期的困难。此时，下颌充质体已经很好的骨结合并正常发挥功能。在上颌充质体骨结合期间，过大的咬合负荷常常会导致失败。即使完成骨结合，初期咬合加载和聚焦力本身也已经很大，因此必须提前告知患者，充质体可能需要反复植入。此外，由于上颌窦的存在，上颌往往参与骨量有限，骨质也较差，所以我会说明上颌充质体的失败率更高。即便如此，仍有患者在理解这些风险后选择充质治疗，也有患者反复经历充质体的置入与去除，但他们并不会抱怨，因为从一开始就已经把所有情况解释清楚了。他们是在充分了解可能并发症后才统一治疗的。这样的患者其实不少，我至今仍然记得其中的许多人。有些患者反复接受充质体质如何拆除，其中一位患者已经接受充质治疗长达6年。当咬合负荷过大且参与骨量和骨质条件不佳时，充质失败率就会升高。总而言之，牙医必须充分理解颧骨支持修复 All on X、 充质辅助客栈义齿以及客栈义齿的可能性与局限性。牙医必须评估潜在并发症，并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与患者进行充分沟通。治疗结果是可以预测的，对所有因素进行慎重考量至关重要。许多牙医并未真正理解颧骨支持修复或 All on X， 有些人只是因为 All on X 流行就贸然开展，因此咨询过程尤为重要。当通过咨询充分理解治疗结果后，
充值治疗就会变得更可控。困难之处在于结果的不确定性，理解当前状况和预后，才能进行更好的充值治疗。可预测的结果有助于制定稳定的治疗计划。归根结底，牙医的知识、技术和临床经验是 All on X 治疗成功的关键。你真的做过 All on X 吗？还是只是听过这个名字在谈论它？随着诊所经营的越来越成功，这类病例也会增加，病例数量增加，诊所运营也会更加稳定。但由于风险较高，许多人选择回避。然而，随着充值治疗的增加，这种就是无法回避的。因此，掌握 All on X 治疗的准确知识和技术是必不可少的。